如果你无法想象你的人生中没有巧克力，你会很庆幸你没有出生在16世纪以前。在那之前，巧克力只存在于中美洲，而且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大相径庭。回到公元前1900年，中美洲的人民已经学会培植可可豆。最早的记载表明，他们会将可可豆磨碎，并混合玉米粉和辣椒来制成饮品。这并不是一杯让人放松的热可可，而是提神的苦味泡沫饮料。如果你认为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视巧克力，其实中美洲人民早已领先于我们。他们相信可可是羽蛇神赋予人间的食物。其在玛雅被称作库库尔坎，阿兹特克则称作奎扎尔科亚特尔。阿兹特克人使用可可豆作为货币，在贵族盛宴上喝巧克力，更将其作为勇士的胜仗奖励，并在仪式中使用。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巧克力发现之旅是在1519年，埃尔南科尔特斯访问位于特诺奇提特兰的蒙特祖马宫廷。根据科尔特斯的副官的记录，国王曾用金杯喝下50罐这种饮料。当殖民者带着这些奇怪的新豆子回国时，传教士基于当地的色情风俗，赋予它壮阳药的声誉。最初，它的苦味使其作为治疗疾病，例如肠胃不适的药物。但是加入蜂蜜、糖或香草等甜味剂后，巧克力快速地在西班牙宫廷间流行。很快，贵族的家中都有专用的巧克力器皿。这种时尚的饮品大规模生产既困难又耗时，这需要在加勒比及非洲海岸岛屿的种植园和进口的奴隶劳工。巧克力的世界在1828年永远改变。阿姆斯特丹的康尼拉·范豪敦引进了巧克力压榨机。范豪敦的发明可以分离可可的天然脂肪或可可脂，并留下可以被混合成饮用溶液的粉末或与可可脂重组，制成我们今天知道的固体巧克力。不久后，瑞士巧克力师傅丹尼尔·彼得将奶粉混合巧克力，因此发明牛奶巧克力。到了20世纪，巧克力不再是奢侈品，而是大众的一种享受。为了满足大量的需求，就需要种植更多的可可树，而它们只能生长在赤道附近。至今不会再将非洲奴隶送往南美洲的可可种植园，而是将可可的生产转移到西非。截至2015年，科特迪瓦提供了世界2/5的可可。然而，随着该行业的发展，可怕的人权侵犯问题也层出不穷。整个西非许多为西方公司供货的种植园都使用奴隶和童工，估计有200多万的儿童牵涉其中。这是个复杂且持续存在的问题。大公司与非洲国家努力合作，以减少儿童和契约劳工的奴役。今天，巧克力已在现代文化中确立自己的地位，因为其与本土文化的殖民关联，并结合广告的力量。巧克力保留了一些感性的、颓废的和禁忌的味道。然而，了解它迷人且残酷的历史以及今日的生产后，我们知道了这些关联的起源和它们隐藏的事情。下次你拆开巧克力的包装时，花一点时间来想一下，并不是关于巧克力的一切都是甜蜜的。想要继续学习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。